大家好，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2023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日本在福岛将处理水排海的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本预期将于2023年下半年逐步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大约100多万吨，为期30年。福岛废水排放安全吗？科学家们是如何说的？2011年，日本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和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熔毁事故。自那以后，人们对存储在该地点的污染水以及计划排放到太平洋中的废水产生了担忧。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背后的科学，并探讨其中的潜在风险和安全措施。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福岛的水是如何受到污染的。为了防止受损的反应堆芯过热，超过130万立方米的海水被喷洒在上面。这个过程以及核熔毁事故后的影响使得水中被污染了64种放射性元素，也就是所谓的放射性核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京电力公司 TEPCO 实施了先进液体处理系统 APS 来处理这些污染水。它是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的一种水处理系统，用于处理被污染的水。APS 系统旨在从水中去除放射性物质，将其浓度降低到法规限值以下。APS 过程包括5个阶段的共沉淀、吸附和物理过滤，可以有效地将64种放射性核素中的62种浓度降低到日本法规限值以下。在共沉淀过程中，固体颗粒和污染物被允许沉淀在水中。吸附的过程中，水中的污染物质会附着在如活性炭之类的介质上，从而有效地困住污染物。物理过滤进一步从水中去除悬浮颗粒。然而，这一过程无法去除碳14和氚这2种放射性核素。碳14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其半衰期约为5730年。半衰期是指放射性同位素衰变到一半所需的时间，它会通过放射贝塔粒子、电子来衰变。碳14在自然环境中存在，并且每个人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碳14辐射。然而，自然辐射水平下的碳14辐射对人体的健康影响通常是微小的，并不会引起明显的危害。由于碳14的放射活性较低，它的穿透能力也相对较弱。在常规环境中，碳14辐射的主要影响是对细胞的内部辐射，而不会对人体产生直接的外部辐射。尽管如此，长期暴露于高剂量的碳14辐射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影响。高剂量的辐射会增加细胞和组织的突变风险，从而增加患癌症的可能性。氚是一种氢的放射性同位素，与普通的氢原子相比，氚原子具有2个中子，因此它是一种不稳定的同位素，会通过放射贝塔粒子来衰变。氚的半衰期约为12.3年，与碳14相比，氚的半衰期较短。氚在自然环境中也存在，通常以水的形式存在。与其他放射性同位素相比，氚的放射性衰变速率较慢，因此它在人体内停留的时间较长。然而，由于氚的放射性相对较弱，它的穿透能力较低，因此对人体产生直接的外部辐射影响较小。就目前的科学研究而言，自然环境中常见的氚水平对人体的健康风险通常被认为是低的。然而，当存在高剂量的氚暴露时，如工作环境中的氚处理或事故情况下的氚泄漏，会增加与放射性相关的风险。高剂量的氚辐射可能对细胞和组织造成损伤，尤其是对生长和分裂较快的组织，如造血组织和生殖细胞。长期暴露于高剂量的氚辐射可能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此外，氚还可进入人体内的有机分子中，与碳原子形成氚化物，可能对生物化学过程产生影响。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处理过的核废水将进行进一步稀释处理，以不到1%的浓度排放到海洋中。处理后的水中氚的浓度约为每升1500贝克勒尔，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对饮用水中氚的指南。一定量的放射性元素，若每秒有1个原子衰变，其放射性活度即为1贝克勒尔。贝克勒尔的单位很小，例如存在于70公斤质量的人体内的天然放射性核素钾40会造成每秒4400次放射性衰变，即4400贝克勒尔的放射性活度。韩国等国家以及美国海洋实验室协会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放射性物质是否会在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中积累。氚是一种弱贝塔辐射发射体，有可能在食物链中积累，尤其在大型肉食生物中富集。罗伯特·里奇蒙德说，在海洋中用稀释来解决污染的方法的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稀释的化学过程被海洋的生物的富集所破坏。我们对氚和碳14对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仍然存在未解答的问题。国际研究正在调查放射性核素在海洋生物中的生物积累潜力。我们需要评估这些放射性核素的长期环境影响，特别是考虑到海啸期间的意外排放的污染水。为了确保安全，有关机构将对排放区域周围的海洋生物和沉积物进行持续监测。这项监测工作将由东京电力公司、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进行。随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即将发布关于福岛核电站和废水排放计划的最终报告，考虑科学数据和正在进行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将处理后的水排放到太平洋的安全性的争论仍在继续。专家强调需要全面评估和监测以减轻潜在风险。感谢您今天加入我们，一起探讨福岛废水排放背后的科学问题。请继续关注这个重要问题的更新，并记住要依靠科学研究和数据来了解潜在风险，确保我们的海洋和生态系统得到保护。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若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哦。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